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，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手机充电的知识。平时我们手机充电的时候，是不是直接这样插着就充了？千万不要这样充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手机电池换得特别快。如果你还不知道，那么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随着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频繁，手机的电量也是一个大问题。很多人在手机电量掉到 50% 以下就没有安全感，只有随身携带充电器或充电宝才会感觉足够安全。电子产品的电池都是有使用寿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。手机没电，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拿出充电器来进行充电。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这样做，不然的话，手机会坏得特别快。有的人每次充电的时候要充到100%，有的人让手机时时刻刻都保持满电的状态，也维持足够的安全感的电量。当然，电池长期处于满电量或高电量的状态，会加速电池的老化，使电池变得不那么耐用。所以我们就会看到，有的手机电量充到 80% 就自动停止了，也是这样的原因。所以在手机充满电的时候，应该及时的拔掉充电器，避免长时间处于高电量的状态，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。一般来说，让手机保持在 30% 到 80% 的电池电量，可以让电池更耐用。当电池电量低于 20% 时，就需要给手机及时充电了。相信很多人手机没电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拿到充电器，插在手机上，插上手机之后再去插电源，那么这一步就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把这个数据线插在手机上的话，再去插电源，就很容易导致滥用，这样就会涌进我们的手机电池内部。事实上，这种微小的差异对于手机电池寿命至关重要。在揭晓答案之前，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滥用。滥用也叫突波，是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电压，是发生在仅几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的瞬态剧烈的脉冲。当你开始为手机充电时，把耳朵贴在手机上，可能会听到一些细微的嗡嗡声，就是滥用造成的。长久以往呢，就会对手机电池造成损伤，时间久了之后，就会有虚电、鼓包之类的，特别不好。正确的做法，我们是应该把这个电源插上电源之后，再去插小头，这样做是正确的。这一步很关键，我们千万不要把顺序弄错了。同样，充电之后要先拔掉手机，因为在拔下充电器时，容易产生反向瞬间电流，这也可能会导致电池加速老化、电池使用寿命缩短等一系列的问题。以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正确充电的小知识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说了这么多，在这里以手机充电器为例，教大家另外一个妙招。那么大家看我们的手机充电器，我们都知道手机充电器就是有这个充电头跟充电线是可以分离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
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。而且卖手机的绝对不会告诉你，不管你是刚买的手机，还是要更换手机，都会有个充电头和充电线。我们可以把充电头和充电线分离，只留下充电头，将其放在桌面上，关键时刻就可以拿来做手机支架。平时大家用手机追剧的时候，没有手机支架，一直用手举着呢，会很累。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就可以将充电头放在水平桌面上，再将手机横着立在充电头的插头中间位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在用手机追剧的时候，就能够解放双手。而且手机充电头做手机支架也是很稳定，不用担心会滑落。虽然四处都可以买到手机支架，但是我们去买个手机支架，最便宜的也要2-3块钱吧。最关键的就是2-3块钱的小小的经常会弄不见，那么我们用这个手机充电头这样来做手机支架，绝对不会弄不见。随时想用的话，再随时去拔下来放到桌上，那么就会变成一个手机支架，非常的方便实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。关于充电小知识以及充电器的使用方法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